狗蛋儿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这个人真的能够解我父亲的毒？一个扎着双马尾、长得白白净净的小女孩一脸认真地问道。这个小女孩在这群孩子中绝对算得上长得不错的，所以狗蛋儿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。想必这个双马尾小女孩应该是狗蛋儿情窦初开的梦中情人。翠花，狗蛋儿说的话你可千万别信，你忘记他上次骗走你3个地瓜了，到现在都还没有还你。一个满脸鼻涕的小男孩撅着嘴说道。看他那紧张的样，想必他也是暗恋着这个小女孩。翠花，我真的没有骗你，不信你看我父亲，他都好了。狗蛋儿指着自己的父亲说道。孩子们，狗蛋儿没有撒谎，这位真的是神人，快去叫把你们的父亲叫过来吧，神人能够让他们脱离苦海，再获重生。狗蛋儿的父亲站了出来，随后这群孩子便赶忙跑掉了，而很快的一大群人便都围到了狗蛋儿的家门前，足足23人，皆是中年男子，都有着与狗蛋儿父亲同样的症状，看来他们是中了同样的毒。对于楚风来说，解毒不过是举手之劳，并且楚风也不忍心看着这群村民饱受此毒的折磨，毕竟他们死了，那些孩子也将失去父亲，所以楚风便开始为这些人一一解毒。而在解毒之后，这村子的人对楚风都甚是感激，非要准备大餐，热情地款待楚风一番。经过了解，楚风也是知道这个毒魔谷大致的情况。15000多年前，毒魔因惹怒三府，自己又不是三府对手，所以便带着他的家人躲避到此处，并且隐居于此处。隐居的同时，不仅带走了他的家人，还将他老家的所有人都带走了。来到这里后，毒魔为了防止三府之人闯入，便布置了毒雾阵，从此定居于此处。但是毒魔却并没有善待那些被他一同带到此处的村民，毒魔只是好好安置了自己的家人。至于那些同村之人，其实被带到这里是另有目的的，他是要这些村民为他种植一种特殊的毒药，这毒药可以让他修炼特殊的玄功，并且为了让这些村民顺从于他，他不允许村民的修为超过半地，最多只能修炼到1品武王。若是有村民的修为超过1品武王，就要杀无赦。而他们之所以这样做，为的就是能够一直控制这些村民。事到如今，虽然毒魔早已死去，但是毒魔的后人却还在，这些村民也还在，毒魔制定的规矩也还在，所以这些村民便如奴隶一般，祖祖辈辈的在这里为毒魔后人效力了15000多年。他们虽然也都有修为，但每天要做的事情却是种植毒药，然后每隔1个月就要向毒魔的后人交毒药。若是他们交的毒药数量不够，便会遭受惩罚。如狗蛋儿他父亲等人之所以会身中剧毒，就是因为他们未能按时交上足够的毒药，所以便遭受了惩罚。但是村民长期种植毒药，身体难免受毒药所扰，所以哪怕他们都是修武者，可是普遍年龄却无法超过100岁。来到此处后，他们活得最久的一位也只是活到了150岁左右，这样的寿命对于修武者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短暂的。想不到毒魔的后人竟然如此苛刻。楚风得知事情原委后，对这毒魔以及毒魔后人的印象非常不好。神人，我看你本领很大，你能够从那毒雾阵中生存下来，说明你很强，你帮帮我们，让毒魔的后人不要再难为我们了。是啊，神人，我们不想天天的种植那些毒药，我们也好想专注的修武。神人，不如您干脆破开那毒雾阵，带着我们离开此处，去武之圣土吧。此刻村民们都在苦苦哀求着楚风，希望楚风能够帮助他们解除困境。不知毒魔后人如今最强修为者是何境界？楚风询问起来，他是想帮助这些村民，但却也不能打没把握的仗，不太清楚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他们之中最强的是毒万物。一位村民说道。毒万物，他不是死了吗？楚风很是意外，毒万物不正是毒魔的名字？是这样的，神人，此毒万物非彼毒万物。当年的毒魔的确死了，但是如今毒魔的后人之中出现了一个很厉害的人，他出生之时还引起了异象，非常的壮观。毒魔的后人觉得这个孩子能成为第2位毒魔，所以便给他起名为毒万物了。村民解释道。原来是这样，楚风明白了，想必是毒魔的后人之中出现了一位天赐神体。于是他继续问道，不知这毒万物如今是何年纪，又是何修为？他的年纪与神人你差不多大，也就20多岁，还不到30。至于他的修为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何修为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，他应该是一位半帝，但绝非5帝。对，自从毒魔死后，毒魔的后人之中便从未再出现过5帝，并且一代不如一代，这让毒魔的后人很是苦恼。神人，您是5帝吗？您若是传说中的5帝，定然能够好好的教训一下毒魔的后人。村民说道。诸位，实不相瞒，我的修为也只是1品半帝而已，怕是不能帮你们教训毒魔的后人了。楚风实话实说，5帝之下也有很多人可以压制他。至于那毒魔的后人毒万物，虽然与他年龄相仿，但是楚风也不能确定自己的实力就肯定在他之上，所以他没把握替这些村民教训毒魔的后人。那神人，您能破开那毒雾阵，带我们离开此处吗？村民们继续问道。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那毒雾阵，连我自己都没把握闯过去，更别说破开它了。楚风苦笑着摇了摇头。虽然从毒雾阵内穿越而来，楚风不仅活了下来，还改变了气息，摆脱了雪发仙人的印记，但是楚风却没把握再从那毒雾阵内穿回去。那毒的确太凶，太可怕。没关系的，神人替我们解毒，我们已是感激不尽。是啊，若是没有神人，我们也许早就死了。对，祖祖辈辈这么多年了，我们早就习惯了，其实这样也不错呀。村民们哈哈一笑，一脸的无所谓。但是楚风却能够发现，其实他们还是非常渴望能够摆脱毒魔后人的束缚的。他们之所以装作无所谓，其实是不想让楚风为难。虽然没办法替你们教训毒魔的后人，但是我倒是可以替你们与毒魔的后人沟通一下，帮你们说说话。作为一个外来人，说句好听点，我也算是这毒魔谷的客人，也许他们会答应。楚风笑着说道。真的，这可真是太好了，神人您可真是菩萨心肠啊。
听得此话，村民们顿时大喜。而楚风之所以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想要帮他们，正是觉得他们很是可怜，并且来到了此处。楚风也并不想急着走，毕竟毒魔当年消失时还带走了一样东西，那便是五行秘籍之一火仙奥义术。毒魔的后人这样对待这些村民，想必也不是什么好人。对于这种人，不必心慈手软。楚风若是真的能够对付毒魔的后人，那除暴安良的同时，自然也要将火仙奥义术收入囊中。先不说集齐五行秘籍能够解开一个秘密，单说火仙奥义术的力量，楚风就非常想得到。毕竟水仙奥义术已经很强，若是能够得到火仙奥义术，楚风无疑会更强。假如火仙奥义术与水仙奥义术一样，只要召唤出来便能够独立作战的话，那楚风与人交战之时，可就不是1对1，而是3对1了。想到此处，楚风便准备立刻前往毒魔后人居住之所，去会一会毒魔的后人。毕竟当年毒魔可是在5只圣土之中叱咤风云的大人物，虽然他早已死去，无法见识他老人家的风采，可是作为毒魔的后人，定然是掌握着毒魔的一些手段，能够会一会他的后人也是不错。然而还不待楚风去找毒魔的后人，毒魔的后人便来到了村子之中。见毒魔的后人来了，村子里的人一个个吓得脸色发白，甚至之前还谈笑风生的他们，此刻连身体都开始不住的颤抖。上到老，下到小，没有一个敢继续待在屋内的，全都跑到了村子里面去迎接毒魔的后人。楚风没有立刻出去，而是先观察了一下毒魔后人的修为。楚风发现来的是3男2女，虽然是中年人的模样，但他们并非是中年人，而是至少活了几百年的老家伙。虽说村民们的寿命普遍偏低，但是他们的寿命可是不低，并且这3男2女修为虽然普遍比村民强，但却也都是半地之下，其中修为最好的不过是8品武王而已。但是当他们看到狗蛋父亲等人后，顿时大怒，一拳轰下，直接将狗蛋的父亲他们轰翻在地，一个个的浑身是血，接受重创。你们身上的毒是怎么解的？毒魔后人冷声质问。此刻的他们的眼中已是散发出浓浓的杀意，因为独村之人擅自解毒，乃是破坏了他们定下的规矩，这是他们绝对无法容忍的事情。楚风能够感觉得到，无论狗蛋的父亲他们怎么回答，怕是都要难逃一死了。这毒魔的后人还真是凶残的，这样的家伙，楚风绝对不能忍，必须出手教训才行。是我解的。楚风从屋内跃出，站到了狗蛋父亲的身前。你是何人？见到楚风，这3男2女皆是面容大变，又惊又恐，很是不安。这也不能怪他们，毕竟毒魔谷再大，却也就这么多人。这个村子里的人和他们毒魔的后人，他们都是认识的，而楚风是他们所不认识之人。想想这毒魔谷被那毒雾阵封锁了这么多年，里面的出不去，外面的进不来，忽然之间出现这么一个陌生人，要说他们不害怕，那才怪。怕了吗？这可是神人，是自5只圣土来的。狗蛋的老爹指着楚风说道：“5只圣土，这不可能！这么多年来，5只圣土想要穿过毒雾阵的人不在少数，可是落地之时，皆已被毒雾腐蚀，没人能够穿越的了。毒雾，毒魔的后人并不愿意相信这个事实，自欺欺人。”楚风摇了摇头，他觉得的毒雾的后人有些可笑，不管他是从哪里冒出来的，都要把他抓起来，交给族长处理。其中一位男子说道。他说话之间，意念一动，一层磅礴的武力便化作一张大网，向楚风压迫而来。他是想要通过这网将楚风给抓起来。面对那迎面而来的武力大网，楚风微微一笑，身体动都没有动，任凭那大网落在了自己的身上，将自己紧紧缠绕。眼见着自己成功将楚风抓住，那位出手的男子嘴角掀起了一抹得意的笑容，随后冲着楚风轻轻一勾手，便想将楚风拉到他的身边。可是他这一勾，顿时脸色一变，惊愕地发现那武力大网好像失控了一般，竟然根本就勾不动。就这点手段也想抓我？楚风再度一笑，说话之间身躯一颤，那层武力大网便被齐震的粉碎。你是半帝。这一刻，那名3男2女皆是惶恐无比，他已经感受到了楚风的气息，那是远超于他们的气息，半帝的气息。怎么，半帝你们就不敢抓了吗？原来毒魔的后人不过是一群欺软怕硬之辈。楚风冷笑道：“快走！”此时此刻，那3男2女哪敢停留，转身便要逃走。走，你们走得掉吗？楚风冷然一笑，大手对着5人一抓，一股狂暴的吸力便散发而出，直接将5人吸了过来。然而就在那5人距离楚风不足10米之际，他们5人竟同时张开嘴巴，5道紫色的毒气对着楚风爆射而来。这毒物很不简单，毒性很强，以他们的修为，凭借武力绝对不是半帝的对手。可是他们口中吐出的紫色毒物，若是击中寻常的1品半帝，也是能够取半帝之性命的雕虫小技。然而他们此刻面对的可不是寻常的半帝，而是楚风。楚风意念一动，金灿灿的结界便应念而生，化作一道防御墙，直接将3人的紫色毒物全部给挡了下来。挡下之后，那层结界并未收回，而是化作5道锁链，将这5人牢牢地捆了起来。神人不愧是神人，好厉害啊！这一切都被村民看在眼中，眼睁睁见着这平日里欺负他们的人，只是眨眼间便被楚风收拾得服服帖帖。他们眼中尽是崇拜之色，甚至有些夸张的村民直接跪倒在地，对着楚风磕头作揖，膜拜起来。混账，放开我们，否则让你生不如死！被楚风抓住之后，其中一名男子说道：“都这个样子了，竟然还敢放狠话！你信不信现在我便让你们生不如死？”楚风说话之间，意念一动，那捆绑男子的结界锁链竟有一段化作尖锐的利刃，扑哧一声便刺入了男子的身体之中。那可不是普通的利刃，而是结界所化的利刃，进入身体，那种疼痛胜过寻常的利刃100倍不止。不要杀我！利刃入体，男子便疼得面部扭曲，就连鼻涕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
赶忙改口求饶，但是楚风却不管他，就任由他那样呼喊。而这位显然没有受过这样的痛楚，忍耐力极差，不过片刻的功夫，竟然昏死了过去。饶命！饶命！见状，那剩下的其余4位也是赶忙开始求饶，生怕像先前的那位一样遭受那样的折磨。而这一刻，楚风也算是见识了毒魔的后人，原来这些毒魔的后人也不过是纸老虎罢了，一点骨气也没有。我可以不杀你们，但是你们要回答我一些问题。你们族中谁的修为最强？楚风问道。是族长大人。5人不约而同地说道。你们的族长叫什么名字？是何修为？楚风继续问道。族长大人叫做毒万物，如今的修为乃是4品半地。其中一名男子说道。你们族长的战力如何？是逆战极品。楚风问道。逆战极品，这是何意？我们不懂，反正族内同等修为的没人是族长的对手。他们继续回道。楚风一直观察着这5人的反应，他们回答得很是迅速，毫不犹豫，并且答案统一，可见他们说的都是真的。而楚风仔细分析了一下，毒万物既然是4品半地，以楚风现在掌握的手段，还是能够与他一战的。毕竟在5之圣土，就算是顶级天才，普遍的战力也只是逆战3品而已，而以他逆战4品的战力，倒是能够弥补与毒万物的境界差距。不过还有一点，那就是毒万物可是天赐神体，天赐神体这种力量真的是不容小觑。在楚风看来，天赐神体其实是要在地级血脉之上的力量，之所以很多天赐神体力量不是很强，只是他们自身未能彻底掌握这种力量罢了。若是掌握这种天赐的神力，那可是非常强悍的。就比如炎邪，他就能够在半地境运用天赐神体来提升自己的1品战力。若是这毒万物真的是天纵奇才，难免也掌握着与炎邪同样强横的天赐神力。若真是如此，怕是楚风不是他的对手。想到此处，楚风取出了自己2件半成地兵青红剑与紫红剑，仔细地打量起来。这2把剑早已被楚风附加了2道结界，这2道结界只要时间到了，就能够斩断他们与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的联系。只要他们之间的联系被斩断了，楚风便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征服这2件地兵，让他们为自己所用，并且若是能够让他们臣服自己的话，是能够得到他们一部分力量的。这力量可以填充楚风的丹田。于是楚风估算了一下这2把半成地兵的力量，以及当初封魔大剑臣服自己时自己得到力量的比例。他想计算一下，若是2把半成地兵真的臣服于自己，从他们那里获得的力量能否让自己突破。不过很可惜，楚风的估算之下，以这2把半成地兵的力量，就算全部臣服于自己，以楚风现在丹田内对武力的需求，也是没有办法突破的。倒不是青红剑与紫红剑的力量弱，相反他们的力量很强，比寻常的半成地兵还要强。只是奈何楚风的神雷胃口越来越大，如今早就今非昔比。哪怕这青红剑与紫红剑真的能够臣服于楚风，给予楚风一部分力量，楚风也是无法突破。更何况带着这青红剑与紫红剑解封之后，楚风也没有绝对的把握让他们臣服于自己。毕竟这是真正的半成地兵，而不是仿造品。能够认主于自己，其实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毕竟连认主这种事，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都做不到，是找龙纹极界灵师帮忙，他们才能够使用这2把半成地兵。这样一来，楚风身处这样的地方，就没有了能够提升修为的机会。虽然楚风不喜欢打没有把握的仗，但他也深深的知道富贵险中求的道理。眼下的情况，他只能选择后者。于是楚风在替狗蛋儿他爹他们把伤势治好之后，便带着毒魔的这5个后人前往毒魔后人的居住之所。楚风是会一会那个年纪轻轻便做了族长的毒万物，但实际上楚风最主要的目的还是想得到火仙奥义术，顺便知道有什么方法能够不冒险。便离开此处，来到毒魔后人的居住之所。楚风发现这还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他们没有建筑宫殿，竟然住在一个岩洞之中。不过这岩洞自然也不是寻常的岩洞，非常的大，就连那门都有10几座，其中最高的门竟高达100米，最矮的门也有30米。为了建造这个浩瀚的岩洞，想必把一座大山都挖空了。眼下岩洞外面根本并没有人看守，想必他们在此处称霸太久，平民百姓根本不敢来到此处，所以他们才会如此的有恃无恐。楚风让那5个人排成一排，跪在自己的身前，这才双手掐腰，大声喝道：毒魔后人无良无德，欺凌百姓，理当斩杀！都给我滚出来，让我好好教教你们做人的道理。哪个不要命的，竟敢来此处撒野！毒魔的后人什么时候被人如此骂过？听到楚风的骂声，眨眼之间就涌出几百号人，其中还有一部分是年轻人，甚至还有孩子。想必他们还以为是村中百姓来找死了，所以都来看看热闹。所以当他们看到楚风之后，无疑不是一脸的吃惊，因为无论他们怎么看，楚风都不像是村中之人啊。你是何人？其中一位修为最强者，乃是9品武王，指着楚风问道：一群杂碎，不配与我交谈，去把你们的族长叫出来。楚风袖子轻轻一挥，一阵劲风便猛然掀起。除了年幼的孩子之外，此刻站在楚风面前的魔族后人，皆是如同落叶一般，在狂风之中连连翻滚，最后纷纷摔倒在了地上，摔的那叫一个惨。快去叫族长大人，此人穿过了毒雾阵，是自5之圣土来的人，我们不是他的对手。那位最先遇到楚风的5人一同呼喊道：什么5之圣土？听得此话，那些人骇然吃惊，无论年长的还是年幼的，都赶忙连滚带爬的跑入了岩洞之中。显然5之圣土这个名字让他们很是恐惧，而楚风这位自5之圣土来的人更是让他们惧怕不已。那些人逃进去没有多久，很快又走出了35人，这35人皆是白发苍苍的老者，年龄最小的也有500岁，年龄最长的也有上千岁，全部都是半地境，其中1品半地16人，2品半地11人，3品半地5人，4品半地3人，
其中15人拥有逆天战力，但是全部都是逆战一品的实力而已。这35人出现后，便立即将楚风围住，布置了一座毒气阵法，将楚风严严实实的封锁了起来。你来自五之圣土，那你是三府之人吗？其中一位年龄最长的4品半帝，很是谨慎地盯着楚风。从他的言语之中可以听出来，哪怕15000年过去了，但他们最忌惮的还是三府之人。自五之圣土而来，他们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三府之人来寻仇了。你们是听不懂我说的话吗？去把你们的族长叫出来，让他来和我说话。若是再不把你们的族长叫出来，可休怪我不客气，毕竟我没那么多的时间在这陪你们浪费。楚风轻蔑地瞥视了他们一眼，冷声说道：“真是狂妄自大，出手！”楚风之话显然激怒了他们，说话之间一同出手，催动那围绕楚风的阵法，便向楚风发动了攻势。这阵法不是寻常的阵法，乃是一座毒阵。毒阵的攻势与寻常的阵法很不相同。寻常的武力阵法，只要是攻击的话，大多都是狂放霸道，很是直接。但是这毒阵则是不同，毒气可自口入，自鼻入，可在无形之间置人于死地。寻常之人很难抵挡得住这样的攻势。可是楚风并非寻常人，楚风是界灵师，并且还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，感应力之强，远非寻常修武者可比。面对这几位布置的阵法，楚风根本不屑一顾，意念转动之间，黄极结界之力便自体内散发而出。那黄极结界之力先是围绕楚风旋转，化作一道护盾，将那毒阵的攻势挡下。随后黄极结界之力便化作35道尖锐的尖锐利刃，光芒闪烁之间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纷纷刺入了那35位半帝的体内。不管他们是1品半帝还是4品半帝，也不管他们有逆天战力还是没有逆天战力，此刻都是一击即中，被楚风的结界之力洞穿了身体。身体被洞穿，这35位半帝顿时脸色苍白，随后一大口鲜血便自口中喷洒了出来。他们努力的挣扎，可却毫无作用，已经丧失了战力，只是一击，胜负已分。随后楚风意念又是一动，那入体的结界便是一个神龙摆尾，将那35位半帝齐刷刷的甩在了岩洞的大门前。落地之后，他们本还想继续战斗，可是却发现一点力量都使不出来，除了肉身还算强横外，已是与寻常人没有两样。楚风的那一击没有洞穿他们的丹田，可却也束缚了他们的力量。结界之术本就千变万化，既可如武力一般刚猛的攻击，也可如毒气一般将人麻痹，甚至取人性命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去把你们的族长叫出来吧。相信你们看得出来，我不想大开杀戒，否则你们早就死了。楚风说道。听得此话，这35人也是眉头紧皱起来。他们不是傻子，知道楚风若真的要动杀念，他们不可能活下来。别看楚风年纪轻轻，但却是他们无法战胜的敌人。想到此处，本就惊恐无比的他们脸上的惊恐之色更浓。要知道，他们35位可以说是毒魔后人之中非常顶级的战力了。事到如今，他们已是别无他法，只能去请出他们的族长大人。所以在彼此目视一番之后，34位留下，其中1位修为最弱的跑进了岩洞之中。想必他们还是怕楚风对他们的人不利，所以还是留下了较强的34人，防止楚风杀入岩洞。可是他们明明已经丧失了战力，却还有这样的举动。若楚风真的要杀入岩洞，那他们继续阻挡的话，根本就是找死。而看他们拿坚定的目光，怕是已经做好了视死如归的准备。看到这样一幕，楚风对着毒魔的后人们印象倒是有所改观。至少眼前这34位半帝，为了保护其他晚辈们，能够做到舍身取义，已是很不容易。在他们进去没有多久，忽然一股滔天的杀意自岩洞之中席卷而出，与此同时，一道绿色的气焰也是自岩洞掠出，最终落在了楚风的身前。那绿色气焰乃是毒气，毒性之大，所过之处，就连空气都被融化，非常可怕。而当那毒气散去之后，楚风才发现，这毒气的中间竟然站着一个人。这是一个年轻人，与楚风的年龄相仿，但是他的面容却很独特。说他独特，倒不是长相独特多么独特，而是他的肌肤的颜色竟是绿色。绿色的肌肤，黑色的头发，看上去非常诡异。别看长得诡异，此人的气息可是非常之强。4品半帝的修为，逆战3品的战力，显然此人就是那位天赐神体，被誉为能成为第2位毒魔的毒万物。看来你就是毒万物了。楚风淡淡的笑道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那毒万物却是猛然出手，绿色的毒气排山倒海一般向楚风压迫而来。楚风若是沾染分毫，就算不死也要沾染剧毒，饱受痛楚。他连话都懒得说，出手便是杀招。此人倒是足够凶狠，面对这样的攻势，楚风也不敢怠慢。他没有继续用结界之术抵挡，因为以他的结界之术挡不住毒万物的攻势，所以楚风脚步连续踏出，运用那双扮成地兵的靴子，以绝对的速度逃离开来。但是那毒万物却不依不饶，他踏空而行，施展出身法武技，对着楚风连连追赶，并且速度也是非常之快。这种情况之下，楚风竟然跑不过他。然而就在毒万物将要追上楚风之际，楚风却忽然停止逃跑，猛然转过身来，并且在楚风的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意。楚风忽然转身，并且面带诡异笑容。那毒万物也是骇人一惊，不知楚风意欲何为，赶忙止住了步伐，想要静观其变。而他仔细一看，他更是面容大变。他发现楚风的眼眸之中忽然雷芒闪烁，随后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自身体浮现而出。那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不仅栩栩如生，更是由橙、紫、红、黑、蓝、金6种颜色的雷霆形成，并且每一种雷霆都有属于自己的形态，仿佛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一般，既诡异又强大。在这种强大气息的包裹下，楚风修为眨眼之间
已是从1品半地提升到了3品半地。而这还不算，楚风掌心一翻，半成地兵无尽之刃已是握于手中。与此同时，一层层血红色的气焰不断自天的浮现而出，甚是骇人。此时此刻，那毒万物也是瞳孔一锁，暗叫不好。在楚风的身上，他感受到了致命的危险气息，感觉大事不妙，毒万物身形便开始暴退。然而楚风却没给他这个机会，只见楚风挥动手中的无尽之刃，猛然暴喝一声的尽苍冥斩，连续3道血红色的斩击暴掠而出，速度之快，如此距离之下，那毒万物根本来不及闪躲。只听得3声巨响之下，顿时天摇的晃，涟漪滚滚。楚风的3道斩击全部落在了毒万物的身上。楚风要么不出手，出手便是杀招，他要做的就是发动奇袭，以期取胜。族长大人，对于这样一幕，毒魔后人们也是骇人一惊，忍不住担心的惊呼起来。他们都能够感受得到，楚风先前的攻势是何其的恐怖，怕是毒万物也难以抵挡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声巨响再度传来，一层绿色的气焰竟自毒万物的体内散发而出，席卷开来。而当那绿色气焰散发之际，一股异常强大的气息也是从天而降。毒万物再度浮现出，此刻的他不但完好无损，浑身上下还缠绕着绿色的气焰。那绿色的气焰非常的恐怖，蕴含着致命的气息。而眼下那绿色的气焰正一层又一层的围绕着毒万物，就像是待命的战士一般，守护着毒万物。此刻毒万物不仅浑身上下缠绕着那绿色的气焰，就连他的双眼也是变成了幽绿之色，而他的气息此刻更是从4品半地提升到了5品半地。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个人，而像是一个来自地狱的魔神。看来今日是一场恶战啊！面对这样的毒万物，楚风也是意识到了不妙。他知道毒万物是动用了天赐神力，不仅动用了天赐神力，还依仗着天赐神力的力量提升了1品修为。5品半地的毒万物加上逆战3品的战力，已是能够与寻常的8品半地抗衡。而楚风虽然拥有逆战4品的战力，但是只是3品半地修为的他，此刻只能与7品半地抗衡。显然楚风不是毒万物的对手，但是这种情况之下，楚风也是不会放弃。若是放弃，将必死无疑；但若继续战斗，楚风就还有生存的机会。想到此处，楚风手中的无尽之刃再度挥动起来，血光闪烁之间，苍冥第4斩、第5斩、第6斩、第7斩、第8斩、第9斩几刀斩击，楚风连续劈出，连虚空都被楚风斩得七零八落，化作了无尽的黑暗。有的只有那血红色的斩击，以及那围绕着毒万物的绿色气焰。得尽苍冥斩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楚风掌握的最强武技，尤其是那苍冥第9斩，更是堪比天境武技，威力相当之恐怖。当第9斩斩出之际，毒魔的后人都是吓得脸色苍白，连连后退，一个个的都为毒万物担心到了极点，生怕毒万物被楚风这一击所斩杀。事实上，毒万物那天赐神力所形成的防御也的确是被第9斩斩破开来，可是毒万物却并没有受伤，他依然完好无损的站在那里。楚风能够清晰的看到，在毒万物的身上有着一层绿色的光圈，那应该是一种的特殊的防御武技，怕是地境级别，并且比寻常的禁武技还要强，否则不可能拥有如此强大的防御力，以挡住楚风的苍冥第9斩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毒万物还是挡下了楚风的最强斩击。你竟然有逆战4品的战力，比我还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毒万物开口了，显然楚风的强大实力也让他很是吃惊。楚风回道：很好，我不会杀了你，会活活的炼化你，将你的力量归我所有。毒万物说道：想要炼化我，那你可要拿出点真本事。楚风说话之间，意念一动，白虎攻杀术、玄武遁甲术、青龙疾行术、朱雀复活术、水仙奥义术5种无上秘技被楚风一同施展而出。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4大秘技与楚风融为一体，使得楚风战力暴涨。而水仙奥义术更是厉害，自成一体，站在楚风身前，并且出现之际便风卷残云，天地变化，释放出道水浪，主动向毒万物发动了暴雨一般的凶猛攻势。这种感觉，莫非是秘技？你竟然掌握着5种秘技！毒万物不是傻子，他能够感觉到楚风此刻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。哪怕楚风的修为是3品半地，但的确具备着与他一战的能力。我出生以来，从未有人让我有过如此感觉，而你让我有了这种迫不及待想要击败你的感觉。来吧，楚风，让我见识一下你究竟有多强。可是面对这样的楚风，毒万物不但没有害怕，反而兴奋无比，滔天战意散发而出。当他怒喝之际，绿色的气焰便暴涌而来，一层又一层的向楚风压迫而去。刹那间，天际之上被那绿色的毒气以及楚风的秘技彻底占据，下方的人根本就看不清他们的交战细节，能够感受到的唯有那连他们灵魂都为之颤抖的气息。过了足半个时辰，这场大战才总算落幕。当那凶猛的涟漪不再汹涌，当那满天的能量停止飞舞之际，楚风与毒万物的身影才再度浮现而出，谁胜谁负亦在此刻揭晓。此刻的楚风与毒万物全都站在天际之上，彼此不过10米的距离，这样的距离对于他们这个级别的修武者来说，可以说近在咫尺。而毒万物的身上已是发生了变化，那绿色的天赐神力不谈，在他那绿色的皮肤上竟然出现了道道紫色的纹路，那纹路一闪一闪之间，竟还发出微微光芒。在这紫色纹路的包裹下，毒万物的气息竟比之前还要强横，显然这是一种特殊而又强大的手段。而楚风的情况可就没那么好了，眼下楚风的胸口处出现了一个鲜血淋漓的大窟窿，那窟窿之内不仅流着鲜红的血液，还有着不断沸腾的绿色液体，并且
楚风的身体上也是开始浮现出绿色的纹路，变得甚是恐怖，这是中毒的迹象。不仅身体上有了变化，就连气息也是变得极为虚弱。忽然间，楚风身子一歪，竟天际之上飞落而下，最终落在了地表之上，陷入了昏迷之中。这场交战，楚风已是用尽所有手段，但最终还是败给了毒万物。3品半地的修为能将我逼到这种地步，并且身中我所施的毒却只是昏迷而却未死，你真的很强。毒万物身上的紫色纹路开始消散，那强横的天赐神力也是回到体内，他已经回到了之前的模样。虽然这场战斗他赢了，可是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却有着几分敬畏。族长大人，此人怎么处置？见大战结束，那些半地强者才敢走上前来，将昏迷的楚风团团围住。他的战力非常之强，比我还强，并且掌握着5种秘籍以及特殊的力量，绝对不能就这样杀掉，否则实在是太浪费了。将他丢入炼化毒阵之中，只要将其炼化，日后对我的修为也会有着极大的帮助。毒万物说道。可是族长大人，他来自5之圣土，很可能是3府之人，难道不应该先询问一番他究竟来自何处，以及来到此处的目的吗？其中一位老者说道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该来的始终会来，我们躲不掉，按我说的做。毒万物说道。他显得很是从容，也很是自信，虽然年纪轻轻，却具备着一代族长的威严。是。见状，那位半地不敢犹豫，拖着已经昏迷的楚风便进入了岩洞之中。而此刻毒万物则是负手而立，看着头顶之上那封锁了整个天际，此刻还在涌动的毒雾阵，喃喃自语道。毒雾阵的力量并未减弱，难道那5之圣土的3府真的掌握了破解毒雾阵的手段？不可能，毕竟连我们拿着毒雾阵都没有办法。这么看来，原因就只在他的身上了。话到此处，毒万物将目光投向了岩洞之内，感叹道。楚风，你究竟是如何做到穿过毒雾阵而不死的？我想这秘密一定在你的身体里，将你炼化之后，一切答案我也将知晓。楚风被带入了岩洞深处，丢入了一座名为炼化毒阵的阵法之中。这炼化毒阵如其名，无论是人还是物，只要进入其中，都将被这阵法炼化分解。而毒万物可以通过这炼化毒阵内的力量进行修炼，这也就是他所谓的要将楚风的力量纳为己用。将楚风丢入炼化毒阵之后，那位半地先看了一眼，眼见着阵法之内的炼化之力开始缓缓地炼化楚风的肉身，而楚风却毫无反应之后，那半地才放心下来。可是第1日过去了，第2日过去了，第3日过去了，眨眼间足足10日过去了。楚风除了皮肤被那毒阵侵蚀之外，肉身没有任何变化，就仿佛这毒阵对楚风无用一般。要知道，换作寻常人丢入这阵法之中，只需1日便可彻底炼化，绝不可能活下来。这种情况下，负责看管阵法的半地老者越发的不安，无奈之下便找到了族长大人。可是毒万物在击败楚风后便去闭关了，这位半地老者只能找到负责族内事宜的修远长老，也就是当初质问楚风的那位4品半地的老者。如今毒族之中，除了毒万物之外的最强者，无需大惊小怪。那楚风天赋异禀，非寻常之辈，炼化起来难，倒也正常。修远长老说道。见修远长老这样说，那位看守楚风的半地老者也是没有再多说什么，而是继续守着楚风。但是在此之后，又过去了10日，足足20日之后，楚风除了皮肤被腐蚀之外，肉身依旧完好无损。这种情况之下，修远长老也是慌了，率领众多长老一同来到炼化毒阵前，仔细地观察起楚风。此子果然不简单，在炼化毒阵中由那毒物炼化这么久，却能不死，他还是有史以来的第1位。修远长老看着那在阵法之内就连呼吸也是正常的楚风，也是忍不住赞叹起来。修远长老，怎么办？不能放任此子不管啊！实在不行，将族长大人请出来，杀了此子，以绝后患吧。有人提议道。这怕是不行。上一次此子大闹洞府，就是族长闭关之时，本来族长有望突破到5品半地，就是因为我们强行将族长请出关，才使得族长未能成功突破。这一次我们就更不能打扰族长大人了，毕竟族长大人可是我们毒族未来的希望。再者说，这炼化毒阵唯有将活物炼化才会有效，才能让族长大人用来修炼。若是将他杀了，那也未免太可惜了一些，怕是族长大人也不同意，毕竟族长大人很想借助他的力量来提升修为。修远长老说道。那怎么办？就这样放任此子不管吗？众人一同问道。依我看无妨的，毕竟这炼化毒阵可是老祖亲自布置，这楚风就算再逆天也必死无疑，他迟早是要被炼化的。修远长老说道。可是那毒雾阵也是老祖所布，这楚风不还是安然无恙的闯了进来？事到如今，咱们必须承认此子的抗毒能力非常之强，似乎是百毒不侵之体。有人担心的说道。这一点我自然知道，此子能够穿过毒雾阵而安然无恙，能够被族长大人的天赐之神毒所伤而又不死，若是说他没有抗毒的能力，就算打死我都绝对不会信。不过当初老祖纵横5之圣土之时，可是有着许多号称百毒不侵的戒灵师挑战老祖，但最终全都死在了老祖的毒下。老祖的毒可非寻常的毒，哪怕戒灵师也难以抵挡，而这炼化毒阵更是老祖的心血。何况就算这楚风真的那么厉害，这炼化毒阵炼化不掉他，并且他还能够从中苏醒过来逃离此阵，但他也不会是族长大人的对手。所以只要有族长大人在，他就算能够自这炼化毒阵内活过来，也是难逃一死。修远长老说道。对，修远长老此话说的在理，这个叫做楚风的小子再强，也远不如咱们的族长大人。有族长大人在，其实咱们根本就不必担心什么。对于此话，众人倒是颇为赞同，毕竟当日楚风与毒万物一战，他们都亲眼看到了，楚风的确很强，
强大到他们根本无法抗衡。可是最终，楚风却还是败给了他们的族长毒万物。经过这一战，他们对自家的族长更是崇拜的很，在他们心中，毒万物根本就不是一个族长这么简单，而是如同神灵一般，守护着他们毒族。毒族能否出现第二位毒魔，再度纵横五之圣土，也全都靠毒万物了。所以，毒万物是所有毒族之人的希望。这样吧，我在这炼化毒阵之外布置一座阵法，若是此子真的能够死而复生，想从炼化毒阵逃出，必然会触及阵法。只要触及阵法，我便会察觉，到时候我就立刻去请族长大人出关，收拾这楚风。而有这阵法在，我们也无需在此看守，毕竟看守也是无用。此子若被炼化，早晚都会被炼化。若是此子真的逆天到能够从炼化毒阵逃出，那么在这里看守之人也是危险的很。修远长老说道：“这个办法好。”听得此话，众人更是纷纷点头，觉得这个方法很妙。尤其那位负责看守此处的半地老者，更是欣喜不已。他之所以如此不安，一方面是为毒族的安危着想，另一方面自然也是怕楚风忽然苏醒。若是楚风真的苏醒，那么负责看守此处的他显然是要倒大霉的。于是，在修远长老巧妙地在炼化毒阵外布置一座阵法之后，众人便一同散去。然而，就在他们离开之后，沉睡了足足20日的楚风却忽然睁开双眼。双眼睁开之后，楚风的嘴角也是掀起了一抹淡淡的笑意，叹道：“毒万物，若是我楚风与你修为一样，你还能胜我吗？”原来，楚风当日败给毒万物后，并未真的昏迷，他只是装作昏迷，以便再找机会逃脱。可是楚风被丢入这炼化毒阵之后，却又不想走了。楚风之所以不想走，那是因为楚风发现这炼化毒阵之内不愧是给毒万物用来修炼的阵法，其中竟有着浓郁的天地能量。虽然这天地能量与毒物相融合，楚风必须想办法将其提取出来才能炼化，但也的确是可以为楚风所用的。这足足20日的时间，楚风没干别的，就是用自己的结界之术，暗中在这炼化毒阵之内提取天地能量。现如今，楚风终于将这炼化毒阵内的天地能量全部提炼出，并且已被自己全部吸收。炼化毒阵未能得到楚风的力量，反而被楚风夺走了力量。而在炼化毒阵的滋养下，如今的楚风只差一点点就可以突破了。但是在这里，显然已经没有能够让楚风继续获得天地能量的物品。虽然此处没有了，可是楚风却还有。楚风还有着一丝希望，这个希望就是他乾坤袋内的2件半成地兵，青红剑以及紫红剑。足足20日过去，这2把剑上的结界早已将2把剑与南宫天虎2兄弟之间的联系腐蚀的差不多，只差一点就能彻底斩断他们与南宫天虎2兄弟之间的联系。而只要斩断了他们之间的联系，楚风就可以让这2把半成地兵认主于自己。若是他们不只是认主于楚风，而是臣服于楚风的话，楚风便可以得到他们的一部分力量。这部分力量绝对会让楚风突破，而只要楚风突破，他的战力便不在毒万物之下。当他的战力能与毒万物相等的时候，二者再战，究竟谁胜谁负，这可就很是难说了。眼下那些毒族之人自作聪明，竟布置一座阵法于此处，将看守这里的人撤走，这就更给予了楚风机会。忽然间，楚风双手变化，一层又一层结界之力便席卷而出，落在了修远长老所布置的阵法之上，二者叠加在一处。楚风轻喝一声，开修远长老的阵法，便被开出了一道出口。随后楚风身躯一纵，便如蛟龙出海一般，自那炼化毒阵之中脱离而出。楚风自出口走出后，取消自己布置的阵法，而修远长老的阵法则是恢复原状，不仅看起来完好无损，功能也是完好无损。不过可惜，楚风已然从中走出，可修远长老却还未察觉。楚风离开炼化毒阵之后，那腐烂的肉身也是开始恢复愈合，本是面目全非的他，很快便恢复了以往英朗的模样。其实，楚风在这炼化毒阵之内根本就不会受毒物侵袭，就连皮肤的腐烂都是楚风自己制造的假象，他为的就是让毒族之人觉得自己会受这炼化毒阵所影响，从而掉以轻心。眼下楚风已经不需要再伪装了，他需要的是尽快斩断青红剑、紫红剑与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之间的联系，好让他们为自己所用。胜负在此一举了。取出2把剑，楚风闭上双眼，层层结界之力便如无形的利刃一般，不断涌入青红剑与紫红剑之中，是要斩切其中的关联，争取让2剑半成地兵臣服于自己，给予自己力量，让自己突破，再与毒万物一战。这一战将是公平的一战。南宫地族之中，南宫天龙、南宫天虎、南宫天师、南宫天凤正聚在一处。经过楚风教训了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，并且还将他们扒光衣服吊挂于城门的事件之后，他们兄妹4人全都被限制了自由，不得离开南宫地族半步，身困地族之中。他们每日能做的除了修炼之外，也只有同桌共饮，闲聊一番。而这些日子以来，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却一直活在楚风的阴影下，闷闷不乐，很是抑郁。你们2个不必这么垂头丧气的，不就是被那个楚风挂在了城门上吗？这件事早就被父皇打压下去了，没人会传出去的。南宫天龙笑着安抚道：“大哥，你有所不知，悬挂城池不过是被楚风羞辱而已，这根本不算什么。我们的自尊也没有那么脆弱，我们之所以不难过，乃是因为青红剑与紫红剑被那楚风夺了去。这2把剑毕竟是父皇的心血，他将2把剑赐予给我们，更是对我们莫大的宠爱与信任，可我们却将他们给弄丢了，真是对不起父皇。”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一同说道：“兵器而已，只要人没事，还愁日后没有好兵器吗？别忘记，咱们兄妹4人可是南宫地族未来的继承人，日后你们可都是要撑起重担的人，就不要在这种事情上纠结了。更何况你们与青红剑以及紫红剑的关联不一直都在吗？
这说明这两把剑已经认可了你们，并且认准了你们。就算他在楚风手中，但实际上还是你们的。楚风虽得到了2把极品兵器，可却用不了。郁闷的应该是他才对吧？南宫天龙说道。这倒也是，连雪发仙人帮忙，他都解不开青红剑、紫红剑与我们之间的关联。这说明这2把剑还是非常认可于我们2人的，否则不可能连雪发仙人都斩不开我们与2把兵器之间的关联。提及此事，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互看一眼，脸上皆是浮现出一抹得意的笑容。当日白眉仙人亲自去抓楚风，可却因雪发仙人插手，使得白眉仙人未能抓到楚风。白眉仙人自认为雪发仙人便是楚风身后的靠山，如今白眉仙人已经回到南宫地族，并且将当日的情况告诉了南宫北斗，所以南宫天龙他们也都知道了楚风有雪发仙人作为靠山一事。而雪发仙人是什么人？10仙之中还在前几的存在，论名声论手段都远非白眉仙人可以比拟的。所以若是雪发仙人想要斩断青红剑与他人的关联，那可是非常容易的。而眼下之所以这么多日过去还未能斩断他们与2把半成地兵之间的关联，便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兵器对主人太过忠心，所以才斩不断。这种事情虽然听着很是玄乎，但也的确是确有其事。武之圣土便有很多案例，在武之圣土最广为流传的一件事，便是一个一品武王，他的修为很弱，但却有1把王兵。某一日王兵被夺，夺得王兵之人不仅是一位半地巅峰，还是一位蛇纹级黄袍界灵师。可是他怎么样都斩不断那把王兵与那一品武王之间的联系。最终那位半地巅峰将那位一品武王斩杀，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当那一品武王死去的一刻，那把王兵也是自动毁灭，与主人一同殉死。所以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与青红剑、紫红剑的关联迟迟未断，便自作多情地认为是他们得到了青红剑与紫红剑的认可，所以楚风才迟迟未能得到青红剑与紫红剑。可忽然之间，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脸色大变，随后大嘴一张，一口鲜血便喷洒而出，随后2人皆如一滩软泥一般瘫坐在了地上，如同被人重创了一般，虚弱不堪。2弟3弟，你们怎么了？2哥3哥，你们没事吧？见到这一幕，南宫天龙以及南宫天凤皆是大惊，被吓了一跳，赶忙走上前来搀扶起了2人。而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则是脸色发青，久久说不出话来。你们究竟是怎么了？怎么好端端的就口吐鲜血，并且身子如此虚弱？南宫天龙很是担心地问道。因为这件事的确很是邪门，而南宫天虎以及南宫天师却依旧没有回应，就如同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一般，愣在了那里。四妹，去把白眉仙人请过来。无奈之下，南宫天龙对其妹妹吩咐道，而南宫天凤也不敢怠慢，转身便要去找白眉仙人。大哥不必了。听得此话，南宫天虎才赶忙开口，2弟，你与3弟到底是怎么了？快告诉哥哥。南宫天龙追问道。没什么，只是我与青红剑的关联被人斩断了，想必3弟也是如此吧？南宫天虎很是失落地说道。南宫天师点了点头，眼神之中同样透露着无比的失落。你们2个呀，我还以为是怎么了，有雪发仙人在，斩断你们之间的联系，这不是迟早的事吗？何必如此难过？南宫天龙安慰道。大哥，并非如此。南宫天虎抬起头来，看着南宫天龙说道，关联被斩断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了一缕气息，那个气息很是熟悉，是楚风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是说不是雪发仙人斩断了你与青红剑的联系，而是楚风斩断的？这怎么可能？毕竟青红剑能够认可于你们，可是因为有白眉仙人布置的阵法，楚风再强怎么可能破开白眉仙人布置的阵法？一定是雪发仙人所为才对。南宫天龙一脸的不信。大哥，2哥说的没错，我们就算再无能，可毕竟也得到过青红剑与紫红剑，并且还是灵魂相连，所以究竟是谁斩断了我们之间的联系，我们还是分得清的。的确是楚风，他的气息我们不会认错。南宫天师苦笑着说道。听得此话，南宫天龙以及南宫天凤也都如同石化了一般，愣在了那里，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，有的只有那很是难看却又精彩无比的表情。青红剑、紫红剑2把半成地兵，不仅与南宫天虎和南宫天师的关联被斩断了，并且如今的他们已经追随了楚风。这不仅仅是认可这么简单，2把半成地兵全部臣服于了楚风。此刻楚风手握2把半成地兵，能够清晰地感受到2股能量同时灌入他的体内。这种情况下，楚风的气息早已不再是1品半地，而是2品半地。楚风已然突破了，看来是我低估了自己。楚风忍不住自嘲一声，之前的他还担心这青红剑与紫红剑不会臣服于自己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他的担心完全就是多余的。因为先前青红剑与紫红剑认主于楚风之时是如此的迫切，是他们迫不及待的想要认主于楚风，就仿佛他们一直在等待着这个时刻一般。忽然间，青红剑与紫红剑开始颤抖，这种颤抖不是在抗拒，而更像是在请命，请命为楚风一战。青红剑与紫红剑果然不凡，具备着属于自己的灵性。我知道之前让你们为南宫天虎与南宫天师所用，是委屈了你们，而如今你们愿意为我所用，我便一定不会辜负你们。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便收起手中的青红剑与紫红剑，身形一纵，以鬼魅般的速度离开了这岩洞，再度站到了岩洞之外。来到岩洞外，楚风先是微微一笑，随后双手掐腰，大声喊道：毒魔后人，无良无德，欺凌百姓，理当斩杀，全都给我滚出来，让我好好教教你们做人的道理。听得这样的呼喊，毒魔的后人顿时大吃一惊，吓了一跳，因为这个声音是如此的熟悉，这怎么好像是楚风的声音吗？而来到门前一看，其中几人更是吓得直接瘫坐在了地上，顿时就尿了。这哪里好像是楚风，这根本就是楚风啊！可是楚风不是应该在炼化毒阵之内，不是应该正在被炼化吗？
怎么会完好无损的站在他们的门前？于是乎，他们赶忙去叫长老们。而当修远长老他们来到门前，看到楚风之后，一个个也是吓得脸色大变。他们真是没有想到，楚风竟然真的自炼化毒阵内跑了出来。跑出来也就算了，竟然还如此之快，几乎他们前脚离开没多久，这楚风后脚就出来了。而此刻脸色最难看的，自然要数修远长老。他为了防止楚风自炼化毒阵内逃出，还特意布置了一座阵法。可是眼下楚风已经跑到门前叫阵了，他却没有丝毫的察觉，这叫他情何以堪？难道他布置的阵法是个摆设不成？不用大惊小怪的看着我了，去把你们的族长请出来吧。难道你们真的要逼我对你们大开杀戒吗？楚风笑眯眯的说道。听得此话，修远长老等人不敢怠慢，赶忙去将他们的族长大人毒万物给请了出来。毒万物出来后，相比于修远长老等人，倒显得颇为镇定，但脸上也有着一抹浓郁的吃惊之色。显然哪怕是他也没有料想到楚风会自炼化毒阵内出来，不仅出来了，而且还这般的安全无恙，甚至状态比之前还好。看来是我小看了你，能够在炼化毒阵内待这么久，却安然无恙的逃出来，你是第一个，你应该是百毒不侵之体。毒万物说道。百毒不侵，真是抬举我了，我可不认为我是百毒不侵之体，只是你们的毒对我无用罢了。楚风笑眯眯的说道。但是这其中的讽刺之意已是不言而喻，毒魔后人用的毒绝非寻常的毒，可是楚风却这样看扁他们，便是赤裸裸的羞辱。好事狂妄，胆敢侮辱我毒族，今日我就非要用毒杀了你！毒万物冷喝一声，随后汹涌的绿色气焰便自其体内散发而出，向楚风汹涌而来。那不是简单的毒气，而是他天生具有的毒气。因为当那绿色气焰散发而出之际，不仅天地色变，毒万物的气息也是从4品半地提升到了5品半地，也就是说他得到的天赐神力也是一种毒气。此子还真是天生的一位用毒高手，并且这毒非常之烈，可以说毒万物出手便是杀招。看来他也意识到楚风不能留，所以动了杀念，要杀掉楚风，以绝后患。然而面对毒万物那汹涌来能够炼化万物的毒气，楚风却是站在原地，连躲都不躲，防也不防。之前毒万物击败他用的其实乃是武力，而眼下毒万物被楚风刺激，用的乃是纯粹的毒气。这毒气楚风之前还有所忌惮，但是在炼化毒阵内浸泡了足足20日后，楚风已经毫不惧怕。他相信了一件事，他能够自那毒物阵内穿越而过，却又安然无恙，绝非偶然。想必是雪发仙人对自己所用的手段生效了。楚风现在的确是百毒不侵之体，至少大部分剧毒之物楚风都能够免疫，哪怕毒魔的毒以及眼前这位毒万物那天赐神毒，楚风都能免疫。就在这时，毒万物的天赐神毒已经将楚风团团包裹，他们无孔不入，想要进入楚风的体内，将楚风腐蚀炼化。此刻楚风周遭不仅缠绕着绿色的毒气，还散发着尽是难闻而又刺鼻的气味。这天赐神毒的味道的确不好闻，尤其当楚风周遭的空气都不断被这毒气所腐蚀之际，那种难闻的气味便更加浓郁。可是楚风却站在这里完好无损，任凭那毒气疯狂地扑向自己，楚风却丝毫不受影响。忽然楚风笑了，如果说他先前还只是怀疑自己是否百毒不侵，那么这一刻他信了，他坚信自己已是百毒不侵之体。毒万物，你这毒对我无用，是多少次都是无用，若想杀我，还是动用你的武力吧。楚风冷笑一声，随后意念一动，雷霆铠甲以及雷霆羽翼一同浮现而出。与此同时，一道水柱便爆射而出，径直地射向了毒万物。此道水柱一出，势不可挡，滔天的水浪简直可以扰乱天地，毁灭万物。这哪里是水，简直就是夺城掠地的千军万马，天兵天将，排山倒海之间便可回轰碎连绵大山，震裂苍茫大地。在此等水浪的冲击之下，哪怕毒万物的毒气再强，可也是被直接冲破开来。不仅如此，水仙奥义术更是瞬息而生，携带万千水浪以及5品半地的威势，逆战3品的战力，向毒万物发动了凶猛的攻势。此刻根本不用楚风亲自出手，只是这水仙奥义术就已是能够与毒万物一战。你竟然提升了修为！面对水仙奥义术如此凶残的攻势，毒万物大吃一惊，这还是楚风第一次在毒万物的脸上看到如此吃惊的表情。不过这也不能怪他不够淡定，当下他真是想不吃惊都不行。毕竟当楚风出手之后，他已经能够明确的感受到楚风此刻的气息已然今非昔比，楚风已经突破了，获得了能够与他平起平坐的战力。什么？他竟然突破了！得知楚风修为突破，毒族的其他之人更是吓得不轻，他们都非常清楚，楚风上次会败给他们的族长，那是因为修为不如他们的族长。可是现在楚风的修为尽管依然不如他们的族长，可是楚风的战力却比他们的族长高出1品，二人已是不相上下。这次再出手的话，那胜负可就真是难料了。尤其是想一想，楚风既然百毒不侵，他们毒族引以为豪的用毒之法，包括毒万物那天生的毒力，对楚风都无效后，那他们所有的优势也就全都不在。这一战怕是凶多吉少。而事实上，他们的担忧也的确不是空穴来风。楚风修为提升之后，水仙奥义术的修为也是提升。楚风2品半地的修为，加上雷霆铠甲与雷霆羽翼，便是4品半地。可是水仙奥义术的修为比楚风高出1品，此刻的水仙奥义术乃是5品半地的修为，逆战3品的战力，与毒万物是同一级别，并且水仙奥义术乃是号称最强横的秘籍之一，也并非浪得虚名。那攻势相当之凶悍，并且还是不死之躯。哪怕毒万物战力滔天，手段无数，可是面对如此难缠的对手，也是无能为力，冷汗连连。毒万物，你可要努力了，再不使出点手段，我可就要对你的族人开杀戒了。
楚风如同旁观者一般，在一旁笑眯眯的道：“楚风，你休要狂妄，就算同等战力，我毒万物也未必就会败你。”毒万物猛然怒喝一声，随后一道道闪烁着微光的紫色纹路便在其身上浮现而出。那紫色的纹路出现之际，毒万物的气息竟然瞬息暴涨，随后疯狂地向水仙奥义术发动反攻。这一次，他不再动用毒气，而是动用了武力，一拳一脚之间，水仙奥义术的肉身已是被毒万物攻破开来。终于认真了吗？上次我败在你这招之下，这一次我可不会再败。楚风微微一笑，随后竟收回了水仙奥义术，释放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大秘技，将四者与自己融为一体之后，楚风便自己向毒万物发动了攻势。他要亲自对战毒万物，一决胜负。楚风速度极快，眨眼间便来到了毒万物近前，也不施展任何武技，就是拳脚之间的进攻，要与毒万物硬碰硬。因为他非常清楚，毒万物那紫色的纹路浮现之后，战力非常之强，不仅战力强，肉身更是强横。上一次楚风败给毒万物，胸口的那个大窟窿，不是毒万物用武技打的，也不是毒万物用兵器打的，而是用毒万物用拳头打的。毒万物用拳头打穿了楚风的胸口。楚风肉身有神雷淬体，从小就异常强横，能与妖兽争锋，什么时候被人用拳脚洞穿过肉身？所以上次一败，对于楚风来说是个耻辱。这一次，楚风就要一雪前耻。想到此处，楚风越战越勇，无论是速度还是力量，甚至是进攻的手段，都胜过了毒万物。每一拳落下，都能将虚空震成粉碎；每一脚甩出，都能让空间变得扭曲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毒万物只是连连后退，甚至一个不小心就挨了楚风2拳。虽然这2拳并未让他的肉身被洞穿，可是那被击中之处也是血肉模糊，皮开肉绽。此刻的毒万物终于意识到了楚风的强大。之前若不是楚风的修为不如他根本就不可能胜过楚风。楚风的凶残已经超乎了他的想象。忽然之间，楚风运用脚下的靴子以及青龙疾行术那可怕的速度，瞬息来到了毒万物的身后，并且手中的拳头在白虎功杀术的加持之下，落到了毒万物的后背之上。此时此刻，只听突的一声，以及毒万物痛苦的惨叫，大片的血花便四溅开来。楚风这一拳已是穿透了毒万物的肉身，洞穿了他的胸膛。洞穿之后，楚风猛然挥动手臂，便将毒万物自己的手中甩飞出去，最终狠狠地撞在了他们居住的岩壁之中。这力道太强，轰的一声巨响之下，不仅直接击穿了岩壁，更是使得毒万物穿透了岩壁数千米，进入了那大山的深处。族长大人见到这一幕，毒族之人都是心惊不已，同时也是害怕不已。他们之前的担心成为了现实。当楚风与他们的族长大人战力相同之后，他们的族长大人也不是楚风的对手。如果说他们的族长大人在他们心中已是如神一般，那么楚风就是比神还要强大的男子，这叫他们如何能不惧怕？毒万物，不妨告诉你，我楚风虽然来自5之圣土，但却并非是3府之人。我进入此处纯属巧合，找到你们也不过是因为你们虐待此处的百姓，所以想替他们讨个说法罢了。否则的话，你族之人怎么可能到了现在还未死一人？占据上风之后，楚风忽然开口说道：“毒族之人早已对楚风动了杀念，可是楚风却为毒族之人动有杀意。这并非楚风是心慈手软，因为楚风绝非心慈手软之辈，甚至在来此之前，楚风也有过铲除毒族的想法。可是当真的看到毒族之人后，楚风却不想杀掉他们。尤其是这20日以来，楚风虽被困在炼化毒阵之内，可却能够感受到外界所发生的事情。他能够看到毒魔之人是如何相处的。毒族之人比之5之圣土的其他大家族，也许算不上多，但老老少少加到一起也有近万人。这近万人的大家族，怎么说也不能说是个小数目。家族利益难免纷争，何况是这样的家族。可就是这样的家族之中，楚风感受到的，除了至亲的情感，竟没有其他的杂质。整个毒族之人，无论老少，都视毒万物为神一般，对他忠心不二。而毒族的其他人也没有丝毫争斗之心，相处得非常融洽。这样的情况实乃少见。楚风觉得，不管他们外人如何，单论他们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，楚风就不应该灭掉这个毒族，应该留下他们。所以楚风想跟他们讲讲道理，希望他们能够善待村中百姓，和解此事。